点亮人生地图的第52站，我来到了浙江建德。一个人用周末48小时极限逛吃建德，能有多快乐？都说杭州是美食荒漠，那你一定没有来过建德。在建德的2天，一共吃了9家店铺，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值得推荐。如果你也想来建德玩，那么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完。我是坐大巴到梅城客运站，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，然后就去吃了这家人气很高的面馆，要了一份牛肉炒面，端上桌的那一刻，简直把我给惊呆了，都看不见面条了，看看是不是很有食欲。你这个是什么面呀？牛肉面，我都还没有吃到嘴，隔壁的大姐就已经馋得要流起了口水。面条吃起来也很筋道，分量超级大，我还额外加了牛肉和猪油渣。到底是谁在说杭州没有好吃的面条？这简直是夯爆了呀！晚上的时候住在了新安江附近，一方面是为了晚上看新安江的夜景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附近有好几家的酸菜鱼都特别的好吃。我点了他们家的招牌3件套：酸菜鱼、三角包，还有生炒鸡。老板，你们家哪个白酒卖的好呀？这个酒卖的挺好的，还可以扫码领红包。看一下。红心大曲酿是吧？好嘞，谢谢。其实我挺想让你们尝一尝建德的酸菜鱼，新安江的水质养出来的鱼非常的鲜美，再整上个1小杯，别提有多幸福。老板推荐的这个酒还挺香挺浓郁的，你别说纯粮食酒，闻的就是舒服。建德这边是真辣呀，水质好，不光鱼好吃，做出来的豆腐也非常棒。一口菜一口酒，这酒喝完一会嘴里还有酒香，特有滋味。整一口，喝的层次丰富，清爽顺口。偶尔找个周末的时间整1小杯，吃点喝点，浑身都得劲。不知道喝啥酒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，真的很不错。今天被老板妥妥的种草了。第2天一早来了趟新安江农贸市场，买了一份老头炸鸡腿和老太婆鸡脚，然后就排队去吃建德豆腐包了。作为建德的非遗小吃，它可是早餐界的绝对扛把子，皮又薄又柔软，馅料是十分嫩的豆腐，再搭配上秘制小辣椒，鲜辣入味，一口爆汁，再配上一杯热腾腾的咸豆浆。原来这就是建德本地人幸福的早餐打开方式。还有这个老头炸鸡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本地人的童年回忆，炸的巨香，真的一口就会爱上。还有这个老太婆鸡脚，软烂脱骨，超级入味，一口入魂的感觉。返程的时候又路过了延州古城，没想到这里面竟然也藏了这么多好吃的。我一路边逛边吃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有现烤现卖酥到掉渣的延州烤饼，还有糯叽叽的山都麻糍，软糯拉丝，外酥里嫩的玉米果，竟然是臭豆腐馅呢，吃起来表皮焦脆，里面又特别的新奇。最后临走的时候，我还用无人机看了一下这座城市，一半老一半新，一条新安江连接老新。建德这座小城有山有水，有千年古城，更有着让人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。我发现了一个适合周末旅行的宝藏目的地——杭州桐庐，一个被称为中国最美县的地方。一下高铁就发现这里竟然是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。第2天早上吃早饭才发现这里的豆浆竟然是咸口的，这让我一个北方人哪里见过啊！吃完饭就打车去了一个超适合懒人的乐园——杭州 OMG 心跳乐园。这里面上山竟然是骑马上山的，下山是滑着下山。刚进景区就能看到一个表演舞台，西游仕途碰上西域舞蹈，滑稽的表演引得观众老爷连连叫好。按照景区的游览一线，第1站坐船进入溶洞，当船缓缓地驶入溶洞，仿佛进入了地心世界，奇形怪状的钟乳石，发着蓝光的地下暗河，再加上会爬坡的游船，像是进入了西游里面的盘丝洞，又像是参加了一场盗墓笔记的现场版。不得不说，就这样的氛围感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的不敢相信竟然会有这样神奇的地方。大概过了20分钟，等船靠了岸，拿上一顶安全帽，化身地心科考队员，在狭窄的地形里面穿梭，在蜿蜒曲折的通道里面探险，在常年18度的地下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出了溶洞就到达了半山驿站，可以吃点小吃补充体力，也可以继续躺着上山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你们浙江人竟然还可以这样上山。连骑马上山，选择一匹你中意的白马，上山之后就到达了歇脚咖啡，点上一杯咖啡，回头就能看到各种打卡机位。如果你不会拍，旁边的指示牌已经给你标得清清楚楚。边上还有一个刺激的项目，看着很危险，实际上很安全。哇，胆子大的一定要来体验这一个。也可以穿上鞋套到高空天桥上走一走，就这高度下去不得亲一块紫一块的呀。然后再跟旁边的宇航员拍个合照，就可以准备下山了。下山的方式有很多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现实版的 QQ 飞车，速度的快慢全由自己掌控，这种体验感简直不要太爽。到达终点刚好碰到了牛仔狂欢大巡游。狂欢之后还可以再次坐着白马上山，当然还有一个刺激的竹笼飘跃，穿好雨衣就可以享受一场速度与激情了。这个漂流一定要抓紧，拐弯撞击的那一下还是很刺激的。漂流结束就到达了12间驿站，这里不仅有美味的烧鸡，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。魔法剧场的小丑引得孩童哈哈大笑，OMG 舞台的男团女团引得观众尖叫连连。如果你还没有玩过瘾，这里不仅可以喂白鸽，也还可以喂鱼。有一说一，用奶瓶喂鱼我还真没有体验过，这也是第一次见。说真的，找一个周末放松的时间来这样的乐园里面玩2天，我真的不敢想象能有多快乐。
在安徽有这样一个地方，它是中国道教4大名山之一，位于安徽省的最南端，拥有着独特的丹霞地貌，甚至被乾隆皇帝称为江南第1名山，却因为它地处黄山而很少被外地人知道。如果不是因为剑来小说的爆火，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注意到，这里便是安徽齐云山。到达齐云山脚有一个齐云小镇，因为下午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，就在小镇里面入住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里面竟然这么的热闹。谢谢，出剪刀就赢了，财神爷只出布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这里面的银票竟然这么好挣。我只有1张可以换什么？学业跟姻缘的，你选一下。有没有财富啊？哪怕你只有1张银票，也可以换得小礼品。不过在6点半之前，一定要赶到登封桥。在横江的江面会准时上演着一场舞金龙的表演，几十条金色的竹筏串联在一起，犹如一条金龙浮现在江面上，点亮黑夜。而在游客中心的广场上，一场视觉盛宴正在悄然升空。如果说非遗打铁花和火狐的激情碰撞你早已司空见惯，那么再加上一个七彩祥云，能不能换来你的一句惊叹？第二天一早，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太阳已经爬到了半山腰，在酒店吃了碗面条，就准备上山了。在横江边乘坐月华索道，没过多久就到达了望仙楼。到达检票口了，江南第1名山，天下无双胜境。穿过望仙楼，便是齐云山的精髓所在。走过永乐古道，便能一眼看到朱熹笔下的寿字，寿字底下摸一摸，健康快乐100多。唐乾元年间，巩栖霞在此隐居，成为齐云山的开山鼻祖。现存的建筑是明代的道观遗址。继续往上走，很快便到达了一天门。过了一天门，便能看到天开神秀4个大字。亲眼看到这4个字，真的就已经值回了票价。更何况还有这满山的摩崖石刻多达500多处。可以说，从唐代以来，齐云山便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，就连徐霞客也曾2次登临齐云山。据说连唐伯虎也留下过足迹。一天门走几步，上面就到达了2天门。走过2天门，便能看到一片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。而你到达3天门，便能看到一条建在悬崖峭壁上的月华天街。街上一共28户居民，世代居住于此。这什么饼啊？艾叶饼，艾叶。艾叶糯粉、糯米粉。艾草做的饼还挺好吃的。到达3天门就到达了补给站了，可以买点食物进行补充体力。而在天官府里，一位白胡子老爷爷正在给往来的游客赐福。万事顺遂。这边是天官赐福，对，而且他还在门口不停的免费供应茶水。而月华街的尽头便是齐云山上最大的宫殿太素宫，据说始建于南宋时期，后嘉靖皇帝赐名玄天太素宫。离得不远处还有一个必打卡的小湖天，在这里拍照打卡还是挺出片的。小湖天拍完向上走可以到达玉虚宫，走过风虎关便到达了玉虚宫。玉虚宫到了，镶嵌在山体里面的宫殿属实令人震惊。齐云山一线天，沿着一线天继续向上行，很快就能登顶。3天门下行索道。不过下山之后一定不要忘记，还有一个横江竹筏一定要体验。坐在竹筏上，穿过500年的登封桥，看着两岸的风景，仿佛在画中游。如果这个冬季你刚好有2天的时间，那么不妨来一趟安徽齐云山，做一次逍遥客。如果这个元旦你还没有想好去哪，不妨来齐云山看看吧。你们觉得徐州烧烤哪一家好吃？为了吃烧烤，专门坐高铁来了趟徐州，随即打了辆车，他就给我推荐了这家开了30年的老店。老板一个人有位置吗？有，咱坐里面吧。好，行。这个是我们徐州本地的山羊吗？对，是的。啊，你一个人是吧？一个人的话半斤左右。好，可以。半斤左右，40块钱的。好，可以。哇，现切的羊肉串，新鲜。拍羊肉串也有讲究，要肥瘦相间，这样的话，然后它烤出来也很香。这个是什么？哪个？那个羊球吗？对，羊球。一只羊只有一个。一只羊应该是2个，这是半个羊。好，这半个羊，那把这个留给我吧。行，这个烤出来跟花一样，特别漂亮。我点了半斤多的羊肉串，一半正常烤，一半做成白串。在等餐的过程中，我还跑到了厨房去看师傅们烤串。这个是牛板筋，烤完之后再刷上各种酱料，是不是看着就很有食欲？正宗的徐州烧烤都会在厨房烤个8分熟，然后再取一些炭火，端上餐桌，放在小炉子里面，自己再慢慢的烤。我还以为我来的比较早，才6点不到，店里就已经坐满了人。店里面装修很简单，却又有一种很接地气的烧烤氛围感。真正有烟火气的小店，绝对不是看它的名气有多红，而是看附近的居民对它有多认可。徐州烧烤的精髓，除了食材很新鲜，其次就是每家都要有，但是每家又不一样的甜醋。我喜欢用油包干来蘸甜醋，甜醋酸酸甜甜的口感，让你吃的既满足又没有那么的罪恶感。我也很喜欢徐州烧烤的白串，没有过多的酱料，却更加凸显出了品质小山羊的肉香。可能是因为我的吃相太诱人，
然，也有可能是烧烤本来的香气已经要把旁边的小朋友给馋哭了。先搞2串吃的，这个没事，我点的也多，没放辣椒的，没事。这个是羊球，长这么大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，改了花刀之后再烤，看着是不是像一朵花一样，吃起来更是一绝，跟我想象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竟然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。除了羊球，还有这个脆皮油边也一定要尝试，表面烤的焦香酥脆，里面又非常的嫩，所以一口咬下去，在嘴里越嚼越香。哇，这个脆皮油包好香，巨香。还有这个牛板筋也是他们家的特色，吃起来的口感就是非常的劲道弹牙，混合着辣椒面和浓郁的孜然味，能香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那种嚼着嚼着，你就会发现舌尖分泌的口水都已经流到了后槽牙。烧烤吃到一半，我还去点了一条涮鲍鱼。有人说一个人吃火锅是顶级的孤独，那一个人撸着串喝点小酒，是不是一种顶级的快乐呢？这个凉菜是老板送的，我本来都没有抱多大期待的，没想到却让我一口给惊艳到了。哇，这汤汁好酸，才得过瘾。这个是羊腰子，一整个塞进嘴里，然后再喝上一口，不要提有多爽。我还点了一份烙馍，把肉串蘸上点酱料，卷在烙馍里。不知道这种吃法有没有馋到哪个离家在外的徐州人？这个臭豆腐我感觉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臭，不过蘸上甜醋和辣椒确实更好接受一点。这个涮鲍鱼吃起来口感更像是鲤鱼，你别看这么多辣椒，但是吃起来感觉并不是非常的辣，更多的是蒜香、辣椒香和油的香气。吃到最后一定不要忘记点上一份手擀面，这一碗羊油面条是今晚的主食，会给你带来碳水满足的快乐。手擀面一吃浑身都冒汗。这是我在徐州短暂而又美好的4个小时。如果你也想吃烧烤了，那就找个时间来徐州吧。点亮人生地图的第31站，我来到了铜陵李桥水镇。我是真没想到安徽的景区竟然都藏得这么深，除了铜陵本地人，估计很多安徽人都不知道铜陵还有一个这么好玩的地方吧。刚一进入景区，就仿佛走进了一个剧本杀的现场，像什么县衙断案、状元巡街，甚至还有猪八戒变戏法。不过这都只是些开胃小菜，咱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任务。2张是吗？谢谢。考钱。哎，这算不？哇，中这个得这么多啊！李桥水镇的银票太好挣了，一大把。来一张大，小，再来一张大，小，来一张双。不过打脸来的实在是太快没了。本来主播也想成 NPC 银票的，想想刚才县衙的捕快，还是算了吧，早知道兑换礼品了。如果觉得天气还比较热，那下午5点的电音泼水节一定不要错过。水墨江南的柔情邂逅夏日狂欢的激情，泡沫伴随音浪炸裂开来，夏日凉爽也就扑面而来。一定要多带一套衣服，不然就只能跟我一样用水枪滋别人了。玩累了的话，可以到圆楼餐厅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太白雕湖饭，这个米饭都这么精致。红烧华鱼，华鱼是什么品种啊？有知道的吗？这个鱼真好吃，你看这个肉，就这一根吃。雕湖饭，拿这个鱼汤泡一下。来，粉丝先吃。据说这个雕湖饭与李白还有很大的渊源，有没有本地人给科普一下？这个是炭火土猪肉排骨。哦，土猪肉排骨。的土鸡肉、醉猪肉。上面是排骨，下面是红烧肉，软烂，但是也还有嚼劲，直接就脱骨了，你看，特别香。铜陵的白姜啊，特产也是8大宝之一，看着是不是像年糕一样？椒盐铜陵白姜，第一次听说生姜还可以用做成椒盐口味。它这个姜很奇怪，一点都不辣，脆香脆香的，没有那种生姜很辛辣的感觉。傍晚的时候，方塘这边还有一个水上飞人表演。要是到了晚上，这里仿佛又换了一番模样。姻缘楼的王员外招亲引得现场观众尖叫连连。此时主播还在吃瓜，突然眼前飞过一个绣球，紧接着2个壮汉就把主播带走了，然后就上楼换上了演员的衣服。虽然主播很社恐，但是看着下面这么多观众，主播就老老实实当了一回 NPC。从秀楼上下来，真正的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在方塘这里围满了上千人，一起蹲守着一场打铁花盛宴。烧了一下午的铁水被抛洒向空中，这1600度的浪漫，足以让现场的孩子大人都为之惊叹。然后再把火狐和水上飞人结合，当它飞起来的那一刻，真的太震撼了。在古戏台广场，上千人正在举行着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。就这现场氛围，无论你是艺人还是爱人，都能跟着节奏一起狂嗨起来。在大湖中心，除了花船歌舞表演秀，还增加了一场紧张又刺激的竹竿杂技表演。大贝宁老师，好竹子啊！而在李桥老街，非遗鱼灯巡游又要开始了。几十盏大大小小的鱼灯在夜色里游动，真的有被老祖宗的中式审美给惊艳到。当鱼灯巡游到文昌阁附近，一场盛大的烟花秀又开始了。所以这样的李桥水镇，你心动了吗？40多块钱的
门票就能在安徽欣赏一场视觉盛宴，你有什么时候来看看呢？渐渐的忘记赶不上明天，只要用力的抓紧了想念，明天再也没有你的笑脸。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，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。我也没有想到，我竟然被一场演出给看哭了。原计划是趁着周末到安徽霍山体验一下大别山区的山川美景，顺便再玩几个刺激的高空水滑啥的，却在原本的计划外看到了一场以大别山为背景的实景演出。其实我知道他们都是演的，但是那段历史确实是真的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飞机大炮的轰炸打破了原本安静祥和的画面。我看到了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是多么的绝望，看到他们残忍的样子，之前20多年看过的影视画面都一幕幕的涌现到了我的脑海，也就不自觉的模糊了眼眶。当催人泪下的儿歌响起，那一刻我真的绷不住了。我中华少年勇敢不后退，有智慧有担当展腾飞。这个演出很值得一看，那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。如果我们都不重视，又怎么让犯错误的人承认他自己的恶行呢？看完演出，我在门堡乐园遇到了一群学生春游，他们好快乐呀！你看呀，如今山河无恙，当初你们守护的子孙正在茁壮的成长，这甚是如您所愿。脚踝的滑梯，刺激的滑梯，更刺激的碰碰车、赶木马，雾锁青山的感觉。后来我在电影小镇里觅食，这里每家都是民国风格的建筑。我走进了一家土菜馆，要了一份炒饭和鸡杂，又跑到隔壁买了一份汉堡，吃饱喝足，便开始了今天的爬山之旅。山顶有一个龙头，上去看看，走上去肯定不可能了。这里有一个飞天魔毯，就像货物的传送带，直接把你运上山。而你要注意的是，别一不小心睡着了，没有被子容易着凉。不需要爬的山真的很爽。大概20分钟后就到达了观景台，站在龙头，放眼望去便是大别山脉，雾锁青山，山锁雾，望不到边的山外山。你说这里又会居住着多少的隐士高人呢？不用怕，你上去走一圈回来就不害怕了。我都快靠了，结果喝到地下去了嘛。你走啊！穿好手套和裤子，走滑道下山。滑道结束之后，拿上一个雨衣，有一个玻璃水道。说实话，这个还是挺刺激的。哇，刺激啊！哇！在游船码头，我还遇到了一个热情的大叔，给我唱起了山歌。巍巍大别山，生态大公园，山歌唱出好兆头哎，乐在其中。对，乐在其中，享受自己能编山歌，能唱出来。你给别的游客一表演，这就是霍山的一个名片呀。我敬你是老大哥唱的也好。游船在水中缓缓前行，穿梭在峡谷之间，而哼唱的山歌也就显得十分的应景。如果你和我有缘来，哇，河湾青霞风景好啊！您就是霍山本地人啊？对。好，咱霍山就在大别山脚。大别山的边山一角。这前面整个都是大别山啊。大别山从这里刚刚才入口。不用再跑千里去云贵川，就在安徽也能看到绝美的风景。你们都是大学生来实习的吗？是我们武校的。武校的，河南的。下山之后再玩一个卡丁车，也算是体验了一把速度与激情。如果你们五一假期过来玩，我建议你们可以体验一下裸眼7D影院和 AR 体验馆，也真的超震撼。抽空来这里看看吧。如果非要我说个理由的话，可以是一场实景的演出，可以是山歌或美景，也可以是游乐场的欢声笑语，都会让你不虚此行。